这一盘被煮熟了的小鸟居然又活了过来，即使爱吃鸟肉的国王拿刀砍过来也不行，小鸟直接就啄起了它。你看看鸟哥这么恨他的样子，大概就知道他平常都干了些啥了。原来这家伙每天都得射杀50只小鸟来给自己下酒，看着被自己打下来的小鸟，不仅不觉得可怜，反而在手下的阿谀奉承之中，幻想着回去到底是用来清蒸还是爆炒。只是这时候有个反常的鸟却朝着他飞了过来。就在我疑惑鸟哥怎么自己过来送死了的时候，国王也张弓搭箭，哭哧射来了一只，正中小黄鸟的左边翅膀上。可小家伙在空中扑腾半天之后，居然带着箭头飞跑掉了。就在国王命令手下赶紧去找的时候，一个砍柴路过的小伙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小黄鸟。小伙子刚给他去掉箭头，准备救治的时候，国王的追兵也赶了过来。小伙就只能先将鸟藏在一片树叶子下面。面对赶来士兵的追问，小伙本想糊弄过去，但那家伙却突然看到了刚拔下来的箭头子。小伙没办法，只好说刚才有个狐狸叼走了一只小黄鸟，箭头也是刚刚掉下来的。等士兵掉头去追的时候，才把金丝鸟抱起来拿回了家里。给鸟哥包扎好伤口之后，又喂了点水，慢慢的鸟哥也能正常飞行了。只是第二天小鸟一飞一飞，居然变成了一个小姑娘的模样，给救命恩人做起了美味的饭。而国王这边却因为没有鸟肉吃，大发雷霆，直接就掀翻了整个桌子。为什么没有鸟肉吃？我要吃布谷、喜鹊、斑鸠、夜莺，还有金丝鸟。现在鸟儿越来越少，一只也打不到。我不管，马上命令老百姓每人给我交一只鸟，要活的。谁敢不交，就抓到牢里去。而手下领了命令之后，自然就又要去压榨老百姓。你看小伙子只是反驳了2句，就要被直接抓进牢里去。直到小女孩说明天保证给国王1000只鸟才肯罢休。但小女孩的办法也挺简单，只用拿起剪刀，在纸上剪出对应的形状出来，然后对着他们吹一口香气，那纸片就真的变成了翩翩起舞的小鸟了。要不然这煮熟了的东西怎么可能再活得过来呢？只是这次给了国王教训之后，国王反倒还要小女孩来给他当奴隶，专门来给他抓鸟。但小女孩说国王要和小伙比试下射箭，如果国王赢了他就同意，可国王输了的话，以后就不准再伤害鸟了。只是我们从国王这轻蔑的笑声中就能知道，他的射箭技术肯定是非常之高的，所以在比赛一开始他也骄傲得很，对准目标直接就射了过去。但随着小女孩偷偷的念了句芝麻开门之后，一只小鸟突然过来，直接叼走了他的箭。而小伙子这边虽说不会射箭，但在小姑娘的指挥之下，把身体往后一扭，朝反方向给射了出去。就在国王嘲笑他的时候，箭头突然调准了方向，从他们的头顶快速划过，准确的定在了目标之上。只是无赖的国王接受不了，他大声喊着这次不算，明天比试骑马再来定夺输赢。可是国王有着最快速度的千里马，小伙子连个马毛都没有一根，这可怎么比啊？好在小姑娘再次一口香气对着纸片吹来，纸马也变成了真正的马。虽说现在是能够参加比赛了，可是你看看跟国王的千里马差距是真的大，并且这比赛线路上还有很多为国王保驾护航的士兵呢。等国王过了之后，直接就将小伙子绊翻了过来。而等小伙子再起身上马，士兵们还是继续死死地定住他的马蹄子，不让他走。但小姑娘看到之后，再次念动了芝麻开门，小伙的马瞬间就长了对翅膀出来，不仅仅逃脱了使绊子的士兵，很快也超越了恶毒的国王。只是国王意识到跑不过他之后，就掉头回去了。等小伙子到达终点，转了半天也没等到国王，才意识到不对，自己这是上了国王的当了。那家伙肯定趁自己不在，把小姑娘给抓到王宫里去了。而等他打翻守卫，强行踹开王宫的大门之后，果然也发现了小姑娘。他说你不讲信用，还算什么国王？可等待他的却是一个大大的铁笼子扣在了头上。跟一个穷打柴的还讲什么信用？我是国王，我爱抓谁就抓谁。来人，把那个穷打柴的拉出去砍头。但就在这危机时刻，小姑娘求起了国王别杀她，可国王却要让她用100种最美丽的鸟的羽毛来给自己做一件最漂亮的衣服才行。于是小姑娘就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剪了3天，终于把这些纸片给变成了一只只活生生的小鸟，才由这100只小鸟的羽毛变成了这件白鸟衣。而国王穿上之后也喜欢得很，马上就要重重的赏他们。我要给你们重赏。来人，把他俩拉出去砍头去。啊，这是为了不让你们造出第2件。可就在国王要杀了他们的时候，小女孩第3次念起了芝麻开门，那衣服发出闪闪的亮光之后，变成了无数的小鸟，对着国王就狠狠地啄了起来，弄得这家伙就只能逃窜出来。本想着骑着千里马就能逃脱的掉，可跟着他的鸟也变得越来越多，慢慢的把他赶到了悬崖边上，逼着他掉了下去。最后大家觉得这结局合适吗？